欢迎来到走马观尘的频道。如果您喜欢这个频道，敬请点赞加订阅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白话版《聊斋志异·商三观》，原著蒲松龄。从前，诸葛城里有个叫商世宇的，是个读书人。有一次，因为喝醉酒后说了几句笑话，惹怒了城里的一个豪绅。这个豪绅就指使家奴把他痛打了一顿，抬回家就断了气。商世宇有2个儿子，大儿子叫商臣，二儿子叫商礼，还有一个女儿名叫商三观，年仅16岁。本来出嫁的日子早就定好了，只是因为父亲暴死，婚事就耽搁下来了。三观的2个哥哥出去打官司，1年下来案子还是结不了。三观的夫家派人来找三观的母亲商量，建议根据眼前的情况变通形势，最好先把三观的亲事办了。三观的母亲准备同意亲家的提议，可三观却上前对母亲说，天下哪有父亲尸骨未寒而女儿就举行婚礼的道理呢？难道他就没有父亲母亲吗？三观夫家的人听了三观的这番话，惭愧得不得了，就放弃了原来的打算。不久，三观的2个哥哥官司打输了，满怀怨恨地回到家里，全家人都悲愤不已。三观的哥哥们主张把父亲的尸体停留不葬，以备为再次向官府申诉告状留下证据。三观说，人被杀害了都不管，这个世道已经可想而知了。老天会为你兄弟专生出个阎罗包公来吗？父亲的遗骨一直暴露在外，我们于心何忍呢？2个哥哥认为他说的很有道理，于是就安葬了父亲。葬礼结束后不久，三观就在一个夜里离家出走，谁也不知道他到什么地方去了。三观的母亲又不安又惭愧，唯恐三观的夫家知道这件事，所以不敢告诉宗族和亲友，只是叫2个儿子暗中查访三观的下落。差不多过了半年的时间，三观还是杳无踪影。有一天，正是害死三观父亲的那个豪绅的生日，为了祝寿，豪绅请来许多唱戏的前来助兴。戏子孙纯带着他的2个弟子也来了。他的弟子一个叫王成，长相虽然平常，但唱起戏来字正腔圆，博得了满堂喝彩。另一个弟子叫李煜，长相很出众，如同美女一样。客人们让他唱戏，他推脱说戏文不熟不肯唱，强迫他唱时，他的曲子里夹杂了不少小儿女的通俗歌谣，引起在座的客人鼓掌欢笑。师傅孙纯非常惭愧，他在主人面前解释说，我这个弟子学习时间不长，只学会了一些敬酒的礼节，请您不要怪罪他。于是豪绅就命李煜给客人们敬酒。李煜在客人们中间穿梭往来，捧杯劝酒，很善于看主人的眼色行事，豪绅非常喜欢他。席中人散之后，豪绅把李煜留下与他同寝。李煜殷勤地为豪绅扫床铺被，宽衣脱鞋，侍候得特别周到。豪绅醉醺醺地说着脏话挑逗他，李煜只是展颜微笑，并不恼火。豪绅越来越喜欢李煜，完全被他迷住了，于是他把仆人们全都打发走，只留下李煜陪着他。李煜看到仆人们都走了，就关上了门，用门栓把门反锁上了。仆人们离开主人后，就到别的房间饮酒聊天去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主人的房里传来咯咯的声音，一个仆人赶紧跑过去查看究竟，只见主人的房中漆黑一团，一点声音都没有。这个仆人正要掉头往回走，忽然传来一声巨响，就像悬挂重物的绳索突然崩断一样。仆人急忙大声询问，可是没有人回答。仆人连忙招呼众人，众仆人把门砸开，冲了进去。只见主人早已身首异处，李煜上吊自杀，绳子断了，跌落在地上。房梁上，李煜的脖子上还挂着断了的绳带。众人大惊，赶紧把情况向主人内宅家眷报告。全家主仆都聚集在出事的地点，谁也搞不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当人们把李煜的尸体往院子里抬的时候，觉得鞋和袜子里空瘪瘪的，好像没有脚一样。把李煜的鞋袜脱下来一看，原来是一双穿着白色孝鞋的3寸金莲，李煜竟是一位女子。众人更加惊骇不已，他们赶紧把李煜的师傅孙纯唤来严加盘问。孙纯完全被眼前发生的一切吓坏了，
不知道怎样回答这一连串的诘问，只是说李煜是1个月前投到我门下做弟子的，愿意跟随我来为主人祝寿。我确实不知道他是从哪儿来的，因为他穿着校服，人们都怀疑他是商氏宇家派来的刺客。豪绅家临时派2个仆人看守他的尸体。这2人看见李煜的面容像活人一样有生气，摸摸他的身体，温暖而又柔软。2个人偷偷地策划着奸尸，其中一个先动手抱住尸体，将他翻转过来，正要解开他的衣服，忽然他的头部好像被什么东西猛击了一下，大口大口地从口中喷出血来，转眼之间就咽了气。另外一个人见状惊恐万分，赶紧告诉众人，这样一来，人们不由得对李煜敬若神明。第2天，豪绅的家人向衙门报了案，地方官唤来商臣和商李细加盘问，兄弟2人都说不知道这回事，只是妹妹商三官离家出走已有半年之久了。地方官让商臣和商李验看李煜的尸体，结果李煜果然就是三官。地方官对三官的义举感到非常惊奇而又同情，于是从宽判决，命商家兄弟领回三官的尸体好好安葬，又命令豪绅家的人息事宁人，不要与商家为仇，图谋报复。意思是说，家中有像古代豫让这样的豪杰，却不知道商氏兄弟作为男子的为人，可想而知了。纵观商三官的为人，即使是潇潇易水，也会羞愧地停住不留，更何况那些碌碌无为、随时臣服的庸人呢？愿天下所有的女子都买丝线绣出三官的绣像供奉，这种功德与供奉关帝相比，丝毫不会逊色。